当时的三峡这个现实，它真的是超现实的，天变地变，人也走了，城也走了，历史和现在在穿越，就这种感觉。沿长江，颜色的颜，黄河长江的长江，长江边生长。然后现在在广州工作。我们1980年代读大学的人，一般都还有一点家国情怀。说我以前做文字记者，就大概是1998年转向摄影。2002年，因为三峡的拆迁，就要开始了。三峡工程的所在地，基本上就是我的出生地。从屈原的时代以来的这种文化和文物，包括那些可爱的人，都在你眼前慢慢消失。一下这个情绪就被挑动出来了。我确实没见过这样浩瀚宏大的历史和现实。2002年开始，我就用了5、6年的时间拍三峡，大概就是跟着三峡工程的施工、落成和涨水这几个节点来，那些城市要被拆迁甚至爆破，那么我们就要有一种抢救性的拍摄，这从东边到西边，从湖北慢慢走向重庆这边。做渡船的产妇，她从那个峡谷的山上，结果坚持不到河对岸，在船上生了，就在我眼前出生。最后孩子没地方放在麻将桌上。这个孩子他大概在码头上得到了那些塑料布，他就把自己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一群孩子在那儿在巫山城下面奔跑，而这个城马上就要消失。这是巫峡，这个船长只有17、18岁，就这个小男孩，他带我们走过了这么艰难的路程。你看他的姿态和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未来必然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事实上，在长江上面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都有相当的气质，四川话叫耿直，我还加一个叫洒脱。他们非常通达，对人非常好，甚至富有诗意。在大厂也是，小女生她自告奋勇的给你做向导，第二天大家分开会流泪，然后再永远没有联系。一个老人在我对面很优雅的吃着，还戴着礼帽，他就告诉我，他现在就是长江上跑船的，这个洛奇镇马上就要拆迁，所以说他再来看一眼。拍纪实的摄影，我拍了1年多以后，我眼看着它要消失，那么当时是很痛苦的。我第一次安抚自己，用了黑匣子这种形式。但是到了2006年9月，再涨一次水，其实内心更加受不了，我要增加点力量，最后我就直接把自己吊在那里。我和这山水永远在一起，就这个含义。拍了一些场景，这个碑啊，或者说是亭子，或者说是戏台，背景上还有长江大桥或者轮船，这是一个古今结合的优美场景。到2008年的8月份，就是汶川地震，三峡一定程度上已经尘埃落定，而现在发生了更大的事情需要我们关注。我停了下来，拍了的应该是2000张底片，颜色非常浓烈，是中画幅，它是比较端庄的，同时我的姿态是必须俯下身的，就是往前这样去拍。最近呢，因为做展览的原因，第一次比较正式的回到长江边，我甚至说很自然的跪下了，向这个江磕头，那是我的河流。我是比较显象的把我们这个几十年的社会变化糅合到每一幅画面里面，希望它能哪怕过几百年也能让人有所感
受。